大家好，平时呢，我是喜欢用跑步的方式去探索世界上那些值得去看一看的地方。那上周呢，是索康尼寄来了新一代的胜利24，我没有在城市里，也没有在跑步机上去测试它，我把它呢带到了杭州的桐庐，在一个像水墨画一样非常美丽的富春江的绿道，我去测试了这双鞋。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整个这次跑步的体验，以及对这双鞋的感受。先带大家看一下那天的终点啊，这个呢仿佛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村落卢慈村，就藏在浙江深山的峡谷里边。当时我就在想，这么好的风景，如果只是开车随便看一看，那实在太可惜了，一定要用跑步的方式完整的感受和体验它。我们从头来聊一聊。那天呢，整个跑步的起点呢是在一个上世纪70、80年代修的水电站的大坝之前，仿佛是一扇时空门，穿越过去呢就回到了古代。这一段我不想看配速，只想慢慢的跑。另外呢，说一下这双胜利24，是一款典型的缓震日常的训练鞋。踩下去以后呢，中底儿很厚，保护性非常好，但又不是那种软的踩不住的那种感受。鞋圈是一如既往的贴合，整个从中间到脚后跟的包裹都非常好，几乎不需要磨合，一穿上就可以开始跑一个长距离。穿过这道大坝呢，天就开始慢慢亮起来，整个绿道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跟着慢慢亮起来的天色往前跑，非常的安静。这一路呢，我跑得很慢，除了看风景以外呢，也很好的体验到了这双索康尼胜利24的缓震。它呢，相当于是一个保护款的跑鞋，落地的时候呢，中底能吸收掉不少的冲击，并且呢，回弹非常好，不是有那种很拖沓，像踩到那种棉花里的那种泄力的感受，而是有一个向前的推进力。像今天的这种早上的放松跑或者日常的长距离，都可以考虑选这双鞋。今天整个这个绿道两边的竹林光影是很安静，我呢几乎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呼吸声。两岸这种山水的状态，就像是在水墨画里面感受整个的自然。这里跑步容易忘记时间，非常想就这么一直跑下去，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思考。那天呢，穿着这双鞋，我主要2个体验比较深的，一个呢是这双鞋的稳定性是比较好。那我们看它的这个中底是非常的宽，也就是说，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路面上，它的这个左右的这个稳定性和前后的这个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重量很轻。作为一个顶级缓震的一个跑鞋大家大部分会觉得这种鞋它都是底儿很厚，但是呢很扎实很重。而这双鞋呢，跑起来完全没有那种原来那些顶级缓震鞋的那种传统概念，它呢做的感觉就像一个日常的这种训练鞋的这种重量。天一点点亮起来，晨雾也散开了，山呢慢慢也清晰起来。在这种画里边奔跑人真的会忘记时间。另外来聊一下这个地方它呢相当于是一个隐士汇集的地方。在2000多年以来这里吸引了很多想退一步的人。这就是700年以前黄公望在《富春山居图》里面画的那段富春江。对面呢就是严子陵当年钓鱼的地方。当时呢，汉朝皇帝光武皇帝刘秀的同窗，刘秀呢想请他出来做官，但是他只愿意在富春江这里钓鱼。这700年来这个山水几乎没有变化，而终点的这个村庄卢慈村呢，则是晚唐诗人方干的故里。很有意思隔了上千年，这几位隐士都选择了同一段的山水。整个这些绿道跑下来呢，脚一点也觉得不闷。虽然是夏天它的鞋面的透气性做的是真不错，这个网面的排汗和散热都很好。鞋子里边呢没有那种潮湿闷脚的感受。我跑到村子的时候呢，整个村呢才刚刚苏醒，整个的巷子、桥，包括这个空气都是很慢的。这个画家画进画的地方
其实啊，还是有很多人在非常认认真真的生活。回来的时候呢，我把这个鞋特别称了一下重量啊 ，US 9.5码，只有263克左右。那作为一双旗舰的缓震跑鞋，它的重量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轻了。那总结一下这双鞋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非常厚的这个中底提供了很好的保护，而且呢很宽的这个鞋掌，让你啊跑的时候这个左右和前后都很稳定。另外呢，这个鞋面和鞋楦一如既往的非常的一个舒服。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双鞋虽然它是一个缓震保护款，但是它的重量做的是很轻。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目标是那种要跑一些速度或者在比赛中冲 PB， 显然不需要考虑这款鞋。但如果你是像我一样，会找一条风景非常非常好的线路，慢慢的去跑，慢慢体验，慢慢的看周围的风景，那我非常推荐这款索康尼的胜利24。所以呢，我一直觉得，如果有好的风景和线路，一定不要只是去看，而是要用跑步这种方式去体验，因为这个过程呢，你会有身体的感受，会有眼前的美景，会听到自然的声音，以及呢完全不同的深刻的记忆。那这次呢，我是带着这双索康尼的胜利24完成了整个富春江的这段鸬鹚湾的跑步线路。未来呢，我还会找更多的值得去体验、去跑的一个线路。如果你也对这类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我们的账号。未来呢，有机会我们一起用运动去探索世界。